如果我们把相机调成 A 档，并且白平衡自动的情况下去拍这种大光比的火烧云，大概率拍出来的照片就是饱和度下降，并且它的暗部没有太多细节。那像这种图像，我们如何通过后期把暗部细节和饱和给它还原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操作案例。我其实不喜欢整张照片全图调整，大部分图片我都会使用分区局部去调整明暗。那我这里会使用 Camera 当中的蒙版工具。在蒙版当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工具我这里选线性渐变，把下面给它拉亮一下，通过提亮这块区域的曝光来达到一个展现暗部细节的作用。那接着我再去创建一个镜像界面，这个镜像界面主要是来突出这个人物，把人物这一块给框出来通过这个曝光把人物这一块给提亮。那现在照片的明暗问题已经解决了，接下来去解决色彩。回到主界面，在校准当中把蓝原色的饱和拉高。拉高这个蓝原色饱和它会提升照片当中暖色调的饱和。接着把蓝原色的色相往左边偏，左边偏它会偏向一个暖红色。现在照片的饱和度以及影调就已经还原到现场我看到的这个效果。接下来去做一个非常轻微的风格，点开曲线，给它做一个胶片的感觉。由于胶片的特殊性，它需要在纯黑没有光线的环境下去曝光。如果暗房当中有光，那么这个胶片就会形成一个无死黑的状态。那无死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照片没有纯黑的像素点。为了让照片没有纯黑像素点，我们可以把曲线左下角代表纯黑的这个点往上提，把它提起来，照片的一些暗部黑部的地方就会出现一点灰灰的效果，来模拟胶片有一点漏光的效果好，接下来把次暗压回去，高光顶回去。为了让大家能看清这个效果，我们把这个最黑的地方稍微提的多一点，让大家能看到这个灰的效果。然后再到效果当中可以加一点点颗粒。那这个加颗粒和曲线的这个调整就是为照片做一种风格。那最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裁切工具把这张照片稍微裁一下，因为按快门的时候人已经走到前面来了，最好是在中间是最好的。那我们这里可以适当的做一个重构图，适当的把人物往中间靠至少能有一个人在中间就可以。像这样裁一下，这个照片就看上去协调一些。那最后就是做整体效果的把控。那我的习惯是在色温、色调和亮当中去做整体把控。如果觉得有些地方太亮了，回到刚才的蒙版当中去做一个微调，可以把它往回收。太亮了你可以往回收。颜色方面你可以通过色温、色调来控制一下。好，我现在觉得这个效果就已经不错了这比原图要稍微好一些。并且整个照片的感觉看上去是跟我现场看的效果是一样的，唯独不同的就是暗部有一点这种灰灰的和颗粒这种效果。这是一种风格好了，点上关注，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一些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摄影后期教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在很早之前，我出过2期视频，是讲 Camera 和 PS 色彩空间设置，以及照片调完颜色之后，我们需要嵌入什么样的色彩配置文件，才会让我们的照片传到其他的社交平台，传给别人的手机，不会出现巨大的色彩偏差。由于制作那2个视频的初衷是想让大家去学习到更多色彩方面的知识，讲的比较深，导致有一些初学者很难看懂，最后把自己搞懵了。那么这期视频我就重新来组织语言，用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让初学者来理解这个色彩空间。色彩空间其实它就是来解读照片当中色彩的一种标准。就打个比方说，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它是一个点 RW2 的后缀名在严格意义上它目前还不是一张照片，它只是记录了各种数据的一个数据包。那么这个数据包它是不知道它这里面的这些红绿蓝这些颜色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准确显示照片中的色彩，那么就需要我们在解开这个无损文件的这个软件里面去设置一个标准。 PS 里面有个首选项，这里有个 Camera 有个工作流工作流里面这里有个色彩空间。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很多种标准就目前而言，所有的网站、所有的社交平台、所有的视频平台只支持 sRGB， 很多人的显示器只支持 sRGB， 有些特别低端的显示器它也只能支持到 75% 的 sRGB 的显示，有 95% 以上的人用的电脑显示屏只支持 sRGB， 它没有办法到这个标准。Adobe RGB 它是一个更广的色域，它是比这个 sRGB 颜色显示更丰富的一个色域。只有摄影的从业者或者是影视工作者才会买支持到100% Adobe RGB 色彩空间的这样的显示器。我们拍摄的照片是想给更多的人去看，而不是给少数人去看的。
所以说我们在照片储存为 JPG 时一定要嵌入 sRGB IEC 61966，选择这个最窄的色域的目的就是你的照片能兼容更多低端的显示器，能让更多的大众人去看到你这个照片的准确颜色。所以说我推荐大家如果你的照片是通过互联网传播，没有打印输出的需求，你就干脆在 Camera 当中把这个色彩空间设置成 sRGB IEC 61966这个最窄的色域就可以了。刚才我说相机当中拍的这些无损文件，它自己是没有色彩空间的，它该怎么去显示颜色，完全是取决于解开这个无损文件的这个插件，就是 Camera 它是怎么设置的。如果这个工作流当中的色彩空间设置的是这个最窄的色域，那么它就会用这个最窄色域的标准去显示刚才那个无损文件当中的颜色。如果你设置的是这个比较高的 Adobe RGB 1998这个宽色域，那么我们下次打开无损文件，无损文件当中的色彩就会以这个标准 Adobe 的这个标准去显示红、绿、蓝这些颜色。那么我们这个色彩空间这里面每一个选项它都有自己的标准，苹果 RGB 有苹果的标准， Adobe RGB 它有 Adobe RGB 的标准， sRGB 它有 sRGB 的标准。你选择不同的选项，它的显示颜色的标准不同，不同的标准之间红、绿、蓝这颜色都会有细微的差距，有些颜色甚至有更大的差距，比如说紫色、绿色、浅绿色这些差距更大。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大多数人显示器都能支持的这个色域，这个色彩空间，那是最稳妥的一个方案。所以说我推荐大家直接用 sRGB。那么我们下次拍摄无损文件全部都会以 sRGB 去显示颜色。那我们这个时候颜色在 Camera 当中调完之后，你肯定是要点右下角的打开，点了打开之后，你肯定是要在 PS 里面去修一些穿帮不需要的东西你修完之后肯定是要把这个照片储存起来的，是吗？那你肯定是要点文件，点储存副本，然后在弹出的格式当中选择 JPG。那这个时候你看嵌入的色彩配置文件 sRGB IEC 61966是不是和我们刚才 Camera 里面设置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储存的照片当中会嵌入这个色彩配置文件，就是这个 sRGB 了。那么你这个照片是用的最窄的色域储存的，那么你这张照片再传到社交平台，再发给别人的手机，发给别人的电脑去看，色彩偏差就会控制在10%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会好奇，会问为什么不是100%一样了？为什么只有90%相似了？因为别人的显示器、别人的手机，他们的生产厂商、品牌使用的流水线、生产这个发光二极管的技术标准，他们都没有办法统一。三星有三星的标准 ，LG 有 LG 的标准，不同的厂商、不同的品牌，他们有自己的标准，是没有办法达到所有的显示器能看到一模一样的颜色的。除非这个世界上所有生产显示器的这个厂商全部合并成一家公司，并且用一种标准去生产一种显示器，才有可能达到100%一样的显示颜色。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照片出现巨大的色彩偏差，就是你Camera当中的这个首选项设置的这个色彩空间，它的宽泛度太宽了，就说你设置的是 Adobe RGB 或者是 ProPhoto RGB， 像这种是比较宽的色域，就是很多人的显示器是支持不到这么宽的。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色彩空间设置成了这个非常广的 ProPhoto RGB， 那么你调出来的照片储存为 JPG， 嵌入的也同样是这个 ProPhoto RGB 的这个色彩空间的配置文件，发到了社交平台上，社交平台是不支持的，那么它还是以这个他自己支持的这个 sRGB 的标准去解读这个标准，那么他用这个窄色域的色彩标准去解读这个广色域的色彩标准，他肯定也是胡乱解读胡乱翻译所以说要想颜色没有什么太大偏差，Camera当中的这个色彩空间你就干脆就设置成 sRGB 了。那这个模式只针对照片只在互联网上传播，没有喷绘打印输出需求。好了，如果你对摄影后期感兴趣，可以点一下关注。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摄影后期教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这期视频我们来调个环境人像。那么调环境人像，第一个要找到的问题就是周围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觉得是不应该出现的。如果不能出现，我们能不能把它给消除掉？如果不能消除，能不能把它给弱化？放大可以看到水面上这些垃圾是特别多的是非常影响观感的。想把它完全消除，在 Camera 里面也不是很现实于是我就做了一个模糊的效果，把这些垃圾模糊成了这种小光斑。还有就是我把这张照片的叶子做了一个氛围的加强就是让它更有秋天的感觉一些那之前呢，它是有一些黄叶，但是黄的不明显通过调色呢，把叶子做的比较黄但是在黄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把绿色的叶子也让它变黄。绿色的我还是保留它是绿只是把黄的部分更多一点了。那这个尺度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那还有就是我通过改造光影，把照片的一些该隐藏的、该显示的通过我的理解给它显示了，给它隐藏了。因为这张照片是我自己拍的，我想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按照我的想法去调的。那这是我的思路，不代表就是你的思路。思路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创作意图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具体该怎么操作啊。那第一步就是来解决照片光影的问题啊。我觉得后面这些树其实还是蛮好看的，但是由于光比特别大，导致相机没有办法把背后面这些阴影处的一些树的细节记录出来。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Camera Raw 里面的阴影把阴影给它提亮，让后面的这些树给它呈现出一点点细节因为后面这些树在我看来并不难看，所以说我让它出来一点细节其实也是可以的。其他的光影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些高光白色这些东西来控制因为它能控制的范围是有限的。你压高光压白色其实会把这张照片压得特别的闷了。为了让照片保持通透，不让它看上去闷的话，我们可以用蒙版做局部的调整。在这个亮当中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把画面中的一些暗部给显示出来一部分细节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裁剪当中把画面重新构个图边上这些水泥柱子都是不能要的，也是为了让照片看上去更整洁一些。把这个人物放到这个照片的正中心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水面上的这些垃圾给它做一个模糊化。那在 Camera Raw 当中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这个镜头模糊在镜头模糊里面点应用，点完应用你这些模糊效果才能被激活。那我这里模糊是选择的第2种或者是第4种那么第2种和第4种它有点那种洋葱圈的感觉。那模糊强度可以在这儿控制叫模糊量直接在这儿控制就可以了。下面这些模糊的景深范围可以通过下面这个焦点范围来滑动它就可以了。滑动这个滑块自己去看照片照片会有变化的，它是实时反映出来的，没有一个固定的调整参数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水调蓝水调蓝的话，让画面中的秋天的黄色的部分和这个水的冷色形成一个对比会看上去舒服一些。那么我们想把水调蓝，就需要把水给选出来。在蒙版里面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这个风景。在风景里面有个水，看到没有？把水打上勾，右下角有个创建然后就会创建一个单独水的蒙版，可以把水色温调冷。我们在这里可以稍微调冷一点等一下我们还要偏暖，因为把这个树叶的颜色给偏出来，所以说等会儿偏暖的时候又会把水的这个蓝又会抵消一部分。这一步你稍微调多一点蓝不要紧等一下调暖色的时候给它一对冲，它又会淡下去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混色器当中在混色器里面把这个黄色和绿色的色相稍微往暖处偏。大家看树叶的变化就在这一步然后把这个绿色也稍微往暖处偏一点，偏多了就不行你看偏多了画面中缺少层次了因为颜色变少了，你把本身是绿色的叶子也偏黄了，这样反而不好看你还是要让它有一点绿色在里面，不能偏多，可以把黄色多偏一点，一定要带一点绿，这样看上去画面更丰富一些，好看一点。地板的反光特别强烈抢占我们的眼球。我们可以把地板这块做个局部的蒙版，把它压暗，还是点开蒙版，点这个加号，创建一个线性蒙版，把这一块特别亮的地方稍微压回去一些，然后再去单独创建一个蒙版，是把人物中心给突出。这个蒙版我们可以稍微拉大一点，因为拉小了的话你体量会有破绽，拉大一点的话你体量它破绽会小一些，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发现，会认为你这可能是补过光的不会像是后期拉出来的。这个力度非常难把握，一定要多去调，反复微调，去认真对比，因为太亮会显得假，太暗又影响观感，这个地方一定要认真把握。再去创建一个蒙版，这个蒙版是把天上这一块稍微压一点，因为天上这一块多了一点，压暗的话不是那么容易让人发现，那么中心点就会集中在这一块集中在人物周围这一块，包括这个暖色的叶子这一块区域。右下角这一片其实也不是很干净，进 PS 去修也可以，不会用 PS 的你也可以直接在蒙版里面去做一个单独的蒙版，把这一块给它稍微压暗一些。压暗它并不会消失，但是呢压暗会让你不是很容易注意到这里，让大家观看照片整体的同时会忽略右下角这一块最后我们是到这个曝光当中去整体控制亮度，以及在这个颜色这个色调当中把色温色调稍微调一调。好，我们把色温色调稍微调一调，找到一个颜色最舒服的状态当然也可以是多个版本，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不同有人喜欢稍微偏暖一点，有人又喜欢稍微偏冷一点，觉得冷一点好看，有人就觉得稍微暖一点好看这个东西不好说，自己去把握就可以了。那像这样一张照片其实也就调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之前的一个效果，之后的一个效果。当然我这个效果可能不能让所有人都觉得好看
这个东西也不好说，自己去多尝试、多微调、多出几个版本去对比一下。好了，点上关注，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一些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摄影后期教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又出来拍 PS 素材了。我在公园里发现这样的一片草地啊，我觉得这里应该能拍几张。我这个角度拍过去应该是不错的，因为这里有前景的芦苇。我等会用85定焦拍，看一下效果。大多数摄影爱好者拿着相机出门拍照都不会带太多辅助工具，甚至什么辅助工具都不会带，只是拿着相机边走边看边拍，纯属就是个爱好。那我这里拍的这张照片就符合大多数摄影爱好者。同样，我也没有带任何辅助工具。像这种想要拍出发丝光、轮廓光多半都是逆光、侧逆光。那么像这种侧逆光的情况下，人的面部都是比较黑的，再加上远处这些草，它会有一个很亮的反光面，和背光处这些暗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像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照片和我们肉眼看到的宽容度是不同的，相机的宽容度并没有人的眼球分辨那么高，那这就需要我们用后期去补救。那通常一些零基础的小白会上来就用亮当中的阴影去拉，这样拉阴影的话，照片会看上去很平。当你把面部的光线拉足够了，那么这个面部的光线和后面的这些光线整体的感觉它就比较平，不够立体。那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那我们这里可以用一个蒙版用镜像蒙版拉出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圆形然后把它旋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那这个角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覆盖远处的这个芦苇和近处的这个草这个草都给它覆盖在这个椭圆形的这个蒙版当中，然后通过下面的这个曝光给它提亮。这样我们提亮人物的面部的同时，它会跟着把这个局部的高光区也稍微提亮一些。那也就是说，远处的这种高光这个反射和镜面的人的面部的亮度是同步增加的，这样就会显得画面的立体感不会丢失。那我们在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边缘要稍微扩大一点让它有一个渐变羽化的那种效果不至于很容易被看出来是被做了一个局部的镜像那接下来为了让这个画面有一种朦胧的效果我们需要把背景给单独的选出来做一个单独的一个柔化。那我这里用的方法同样是用选择背景的方式这个时候它会新建一个蒙版，把整个背景全部给选中，然后把 Camera 右下角这个滚动条往下拉，找到这个清晰度、纹理和区薄物这个板块我们直接把清晰度往后退，大家来观察远处的这个芦苇大家观察一下是不是非常朦胧它柔焦的效果就出来了。然后上面这个纹理也可以稍微退一点这样一来我们这样的一个柔焦的一个背景效果就制作出来了，也不需要任何插件，也不需要进 PS。 然后为了让人物面部的光影均匀，能让脸看上去干净，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再建一个蒙版。这个蒙版我们要选择这个人物在人物当中你去把面部皮肤和身体皮肤勾上，给它创建一个单独的这个面部皮肤的一个蒙版，然后还是把右下角往下拉，还是找到这个清晰度这里，把清晰度减一点，纹理减一点，这样它就会把面部的光影给均匀化。光影均匀化会有一点画质的牺牲，但是像这种环境人像，人面部并不占画面绝大部分的话，我们做这个面部清晰度的减弱并不影响观感。大家注意不是绝对不影响，只是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观看照片不影响。接下来就是净化整个照片的色彩了。那远处你看这有一个山，那这个山的背阴处就会产生这种蓝。那这个蓝呢，我们需要把它削弱，因为蓝色和这些黄色放在一起，它对冲太严重了，显得很突兀，就显得画面乱不干净。那我们可以到 Camera 当中把这个混色器当中的这个蓝色的饱和稍微降一点。大家观察远处这个山你只要把这个蓝色降下去，画面就会比原先有蓝色的时候要干净一些，颜色也就更统一一些。再往最下面拉这里有个校准，我们在校准当中可以把蓝原色的这个饱和退一些，让画面的饱和度下降一点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到这个色温色调这一块位置来对色温和色调做微调，来找到一个更符合你内心审美的一个色调我觉得松下这个机制的白平衡把握的非常好我觉得都不用调色转档这一块我们就已经结束了。如果你的要求不高的话你就这样就可以出图了。如果要求还很高的话，你可以点打开，把这张图通过 Camera 转到 PS 当中，再到 PS 当中用各种各样的修图工具去修饰它比如说很多人很在意这个人自己胖不胖脸大不大就可以使用滤镜当中的这个液化功能，
那液化功能呢也非常好用，你只需要点液化功能左下角这里有一个人头的标志，大家看啊，这里有一个人头的标志啊，那它这里右边就会自动的把这些五官呐、脸呐都给你识别出来。你看眼距啊、鼻子啊、嘴唇呐、脸型呐，你都可以把它展开进行微调。比如说我觉得它的脸型稍微有点胖，那你把脸型啊这个形状给它点开，把脸部的宽度这个滑块你拉一拉，你看它自然就会把脸给你弄瘦啊，看到没有，对吧？下巴的高度也可以从这里来调，你看我们把下巴的高度稍微收一收，眼睛的大小你可以在这里调一调，这就非常傻瓜了，就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手机美颜 APP 差不多的啊，根据你的需求在这里面去调就完了，很简单了啊。现在 PS 这个液化里面这些功能都很傻瓜了，如果你觉得右边这些傻瓜功能你觉得玩的不过瘾啊，你可以用这上面这些手动工具去推，你想瘦哪里就推哪里，比如说你想瘦身啊，你就把身体推一推，对吧？身体往里面收一收。如果觉得脸部的形状不好看，用这个手动工具你自己去推啊，轻微的去推它。那你液化都完成了之后啊，觉得面部这些瑕疵很在意的话，你可以用磨皮工具给它做磨皮。好了，点上关注，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摄影后期教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